在你印象中的沙烏地阿拉伯，是否只有无尽的黄沙与高耸的棕榈树？殊不知，在这片土地上，遥远的西南方却隐藏着一片悠悠绿洲。这里被诗人称为沙漠中的瑞士，也是我们当地朋友丽的心中最美的故乡。一座人口不到9万的小镇，却拥有层层叠翠的山峦，这里完全颠覆我们对中东的所有想象。抵达这里的此刻，我们感受到的是宁静纯粹，宛如遗世独立的梦境一样。这一集，我们将翻越崎岖的山路，来到沙烏地阿拉伯版的马丘比丘。这是一座在闪耀的大理石上用天然石块筑起的梦幻山城。跟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在古老的巷弄之中探险，只为了寻找那口传说中的甘泉。我们也将换上传统服饰，让立德带我们走进时光长廊。在一座有着750年历史的村落中，有一位长老为我们娓娓道来过去这里在战乱时期的历史，还有现今的温柔跟和谐。那这次沙烏地阿拉伯的朋友为我们安排14天神秘的盲盒之旅，就跟肉鱼头一起出发吧。Morning, my friend。我们现在在巴哈这个小镇呢，非常的神奇。沙烏地阿拉伯不是应该在沙漠里吗？为什么后面有这样子的山峦？这是我们沙烏地阿拉伯的好朋友丽的安排给我们的，只有他们当地人用他们自己的那种转账预定的方式才能够订购的。然后他帮我们订的是这个 resort 里面最棒的房间，真的很谢谢丽的。我很惊讶的是，我刚刚讲有些时候会觉得，因为他们才开放观光没多久，他们会不会有点像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看待外国人来台湾玩的时候的那种感触？就是比如说，我们才来第4天、第5天，已经有超过5个人以上的人是陌生人哦，不包含丽的，跟我们讲过，请把沙烏地阿拉伯当成第2个家。我觉得真的。哇！我旅行到现在，我没有听过有人对我讲过这句话。但是在沙烏地阿拉伯这里的密度很高哦。对了，你们知道沙烏地阿拉伯，因为他们的木材资源真的很珍贵，所以他们说他们早期有一些城市的家庭里面，假设你有烧柴的话是违法的，所以就是柴是不能拿来烧的，要拿来做家具，因为它很珍贵。结果立德帮我们订一个小木屋，我觉得他真的是把我们当成贵宾一样对待，真的超温馨的。那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他们种植的植物，有很多玫瑰啊、牵牛花啊。我看到网络上啊，甚至还有一些草莓啊，或者下面会有一些其他的水果、葡萄什么的。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着窗外的风景，我觉得很宁静。我觉得这趟旅程带给我的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不断的加快自己的步调，在台北啊，在都市，就是大家的步调真的都很快。那到这里之后，其实是这种慢成这样子，每天12点、1点才出门的旅程，那9点多回来，或者你要不玩到半夜3点也可以。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时间步调。其实很快乐，很舒服啊，就是我都快忘记了，有没有觉得很夸张？然后今天很特别，是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对于穆斯林来说，他们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礼拜。那今天立德会带我去做礼拜，那我也去看一下说，穆斯林都在怎么礼拜，就学习一下他们的一些文化跟宗教。So normally Friday you will start to pray maybe around 12:30. 11:30 until 12:30. Depends about where are you live. Oh, so different cities is different. Of course, yes. 因为伊斯兰他们算是比较男女有别的，所以这次就走我来，我到时候会稍微记录一下大概的流程。我们刚刚礼拜完的，就是很特殊，结果在里面的时候是蛮紧张的，对。
I'm curious about what does the people say? Actually, he reminded us about follow Allah until last day. We don't know how long time he will live. So normally every Friday, does the speech say the same It's context? different types. Next month it will be Ramadan. He will say, be ready for Ramadan. He remind us if we follow Ramadan and we don't eat in the morning, what Allah will give us. So It's advices. only on the Friday day will someone will have a speech. Yeah, actually, yes. Say goodbye with Mandek. It's Lee's hometown. We will come back. We should come back. Of course. Come on, guys, it's fine. Assalamu alaikum. This is menu，这个价钱很酷哎。我们现在真的在的是一个没有观光客的地方。你看他们的几丢箱也是月亮。这个大概是80块台币左右，然后这是他们的稍微码，好像 Oh my god, it's nice。好像吃起来蛮方便。出来玩怎么打包行李？超狂！哇，丽刚说我们知道在哪里吗？他说这个是他们在办婚礼的地方哎。I'm curious about is they have any job that people cannot do in Saudi Arabia? Maybe just one kind of job. The judge. We think man he can control his feeling more than female. How about The cases. lawyer? Lawyer, no, it's fine because if you female and you have case or problem, they ask the female. Doctor as well. Doctor, yeah, it's fine. Because if you male, you cannot check about female. How about the army? Soldier, it means soldier to send them to war like that. Yeah. No, of course not. Maybe they will go to help in the healthy case, near be a nurse. 哇，超级漂亮的。对啊，好特别，而且它这个颜色真的很特别。而且你看它上面竟然还有那个很像是女兽人的地方。Oh, they can know where you're from through your name. Of course. But I think your blood not only royalty, also have coffee. Little bit of coffee. Little bit coffee. With loyalty. Oh God. Okay, guys, are you ready? Yes. I'm ready, super ready.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我们刚刚开了那么久的山区，然后为什么会在山区的某一个地方突然出现这个城呢？他说，因为里面呢有一个地方有常年流着天然的泉水，这里的村民数百年来都靠着那个泉水去做农业的灌溉，所以他说这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高山石村，还有常年的活泉结合体，也是沙国里面干旱地形中非常罕见的奇观。这里可以说是整个阿拉伯半岛里面保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一座古城。Lead, oh my gosh, here! What is gorgeous? Jagra! 这里竟然是一个村落，真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眼前这一片阿拉伯版的马丘比丘村落，其实建立于8世纪，已经有超过400年的历史了。这里温度相对冷，一查之下，它的海拔大约740公尺左右。很神奇的是什么？它是建于白色大理石山上面的一个完整的山丘，然后它是完全用石头堆砌的，它中间没有任何的那个水泥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就丽的跟我们说怎么堆的呢？他说都是大石头摆上去之后，用小石头去填它，减少它的一些摇晃，让它稳定度增加。村内则是以农业为生，拥有广阔的自然环境，还有景观，也有完整的防御设施。以建筑的完整度、地理稀有性、历史意义而言，亲眼目睹之后，我觉得它确实称得上沙烏地最独特的古村之一，也常常被认为是全沙烏地阿拉伯最美的传统村落。这里太狂了！太美了！太神奇了！以前的时代，这么久以前，怎么有办法盖这么高、这么漂亮？这在像我们那个花莲那边，很多那种页岩，有没有？原住民也会拿这样的岩石去盖房子，然后很多他们就是石板屋嘛，然后要拿这个石板去烤猪肉，很好吃。可是这边竟然有办法盖成这样的房子，在沙漠中间，哇！你看，哇，好神奇哦！
这就是残酷的大自然跟神奇人类的力量。这位大哥，你很勇哦，现在风蛮强的。那它进来以后就是这样子，很多密道。哦，按到头，好痛！我都到最高处了。这边蛮漂亮，这边真的很漂亮，这里真的随便相机拉起来，一抓都是大景哎。而且我觉得它没有那种超级多观光客的感觉，它现在的气氛我觉得很舒服。它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探险，那有些门有打开，你就可以进去里面参观。这种文化跟历史啊，真的是会让我起鸡皮疙瘩，太神奇，太美了，你知道吗？我想刚刚讲的一件很可怕的事，他说他没有印象他走过这里，但我有1%照的印象往下，所以这里真的会迷路。How many houses here? I don't know. Tell me. It's more than 85 houses here. 85, yeah. Actually, the number of people here in the Ain, it's 360,000. But they now arrived to live in new village. 例如说以前这边竟然有85户，一栋里面哦，你以为只有1层吗？他说最高都有5楼，哎，酷不酷？然后你知道，在这个石头的古城里面，这是他们的清真寺，哎。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أشهد أن رسول الله قد قام الصلاة قام الصلاة 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الله أكبر。接着丽的跟我们说，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要一起去寻找村落里面最重要的地方了。哇 ，So this is a water comb. Yeah, because of that they put the name for the village. 当地有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村民在山谷中丢失了手杖，而一路追寻到这里。他召集了所有的居民一起帮忙，结果居然意外挖掘出山泉，最终也成功顺利的找回了手杖。也多亏了山脉中持续流淌的泉水，滋养了农田还有果园可以种植。闪啦 ，Is it fun? Very adorable. 然后我们现在即将找到这里的泉源之眼。那我们可能只能到这里了，我要来洗洗了，好凉哦。I'm afraid here will be my favorite in the whole Saudi Arabia. It's miracle, really. 这个地方它竟然是你们票免停车费的，也太友善了吧！我们现在要跟这个漂亮的地方说拜拜了。I will miss here, crazy, gorgeous. 丽的刚刚问说我们去埃及我们很期待吗？因为是不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就说我们当然也很期待，因为我们没去过嘛。但是相较起来，我们最期待的是沙烏地阿拉伯。他就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埃及我们已经可以预想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来这里我们每一天就像开一个新的盲盒一样，所以你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说哦，他很高兴听到我们这样说。然后他说他1个月之前就在安排我们的行程了。刚刚就丽的又有家人打电话来跟他聊，这几天他大概接了10几通电话，都来自10几个不同的人。然后他就说，因为这是他们整个家族里面第一次有一个孙子带外国的朋友来他们的家乡看看，所以他们很重视这个部分，真的很有趣。这几天的旅程之中，丽的也会把一些旅游点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的朋友看到都说，丽的真是疯了，居然带外国朋友来这里玩，而且还安排14天的这种神奇玩法。我跟阿翔很惊讶的是，丽的当初毫不犹豫的就说 OK， 花掉自己所有的假期，也不计较花费。但最让我惊奇的是，在旅途中遇到了好多当地人跟我们说，请把沙烏地阿拉伯当成你的第2个家。对于我们身为一位外国旅客来说，每每听到这一句话，真的比我们去任何景点吃到任何美食，买到什么样的纪念品，都更令我们感到深刻、更珍贵。我一直以来的想象，沙漠是极近又遥远的，直到我亲身踏上这片土地，才发现它其实是有声音的，是风吹过沙丘的呢喃，是一双双眼睛里的故事，是一个刚解封的神秘国度，轻轻地对我们说：“欢迎回到你第2个家。”世人们总以为沙烏地阿拉伯只有石油、金碧辉煌，还有戒备森严，但真正的沙烏地阿拉伯，我必须说，它真的是一张被误解太久的脸。
这地方是Lee帮我们准备，而且你知道他多用心吗？他说他跟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然后这个人非常好，他说他是埃及人，可是他因为真的很喜欢巴哈这个地方，所以他搬过来。然后他就是只要有外国人来，他就会跟他们介绍这里，然后他完全是 volunteer， 就是他1毛钱都没有收。哇，Salam！ We are appreciate。这位先生说，他接下来跟我们介绍很多关于这边的事情，而且我刚刚他们还手牵手，我代表关心你的意思。It's our traditional knife. It's they used before for protect themselves. When you see it, you should be careful about that. Like I can protect myself. Beautiful window in this area. They have sign for this village. It's like that. Children's before they play football here. Soccer lead emphasize。刚先生跟我们分享说，他说这个的用途是什么？他说这个用途是为了让他们从远方把水带到这个村落，然后分给大家。然后他说，通常他们一个放肩上，一个用头吊着，这一个东西重量不会低于30公斤，所以他们每天用 carry 60公斤走这样子困难的山路过来，就是为了把水源带给家人。ما شاء الله. 哇！刚刚先生带我们来这边真的很神奇，他刚刚把这边推上去，他说这是以前他们这里还分很多国家的时候，这是他们那时候打仗的时候战争的通道。这里呢，以前同时也会拿来兼作用，就是养家禽，就是动物。他说这些就是以前也是动物的食物，他们投喂也方便，所以上面甚至有更方便的门，这只是有点像逃难的那个入口。你看这些植物已经放50年了，比我还老。Here should be 2 floors. First floors for the sheep and cows. Second for the people, the family. Yes.然后我们现在上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告示牌真的没有英文，这边你真的是一定要有阿拉伯朋友才能带来 appreciate lead。然后他说后面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他说这是他们这个村庄里面的超市。大家说当他们在有特殊活动的时候，他们这里才会打开啊。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它其实有非常多间。哦，对。他们整个的地图，然后我们刚才可能就带我们走了其中一些路线。这整个村庄其实已经超过750年的历史，但是刚刚老师跟我们说，其实甚至更久之前，他们其实就已经有人住在这里了，是开始变大村庄，算起来才是750年。The pictures is for many people from here. They put the pictures like for remind them. 这边每一张照片，在对于这个村庄来讲都是英雄，或是对于他们的国家，所以都非常重要。但我想说，有点特别，是我发现好像都没有女生的照片。结果老师就跟我们分享说，这位是他的祖父。那他的祖父在大概快10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决定盖一间学校，然后要招募女生的学生，要让他们也要有就是学习上课的资源。所以大家都说他的想法非常的前卫。哇！这个地方以前下面呢是拿来放一些动物的地方。那我跟我们前面有什么差别呢？就比如说他们很热，或者因为他们这边高山其实很冷，可以到那种10几度以下的。他们这时候是下雨天就会把动物移进去，或是太热，所以他们就会这边一起养其他的动物，为了让他们更舒服。Wow, I'm curious about like this area is only one family or actually many families use it. He said no, it's not just for one family. It's for like 4 family. 4 families. Yeah, and they have more than 26 people here. Wow. 老师说这是他们早期做面包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会丢豆子。Super heavy. Oh my gosh. I think over 80 kilogram. Here's your dream. Your dream. You come here. I told you guys about the stories, our clans and with another country. And we won actually. This place, it's happened here. 哇！刚丽的跟我们说，在1200年前的时候，就是他们巴哈的人有跟，就是有点像是土耳其人，但那时候其实叫别的国家的名称。他们在这个地方打仗，所以那个时候这地方是完全没有任何房子的。但后来他们是赢了那个战争之后，才把这边巴哈保留下来，才变成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然后他们的人民很以这个故事为荣，就是他们很强大，然后他们也后来才在这个地方才有家园。In English, you know, it's castle. In Arabic, it's al-Hasan. He said it's the tallest one in Middle East. 4 months they can done it. Because everyone here come to help. Oh, help each other like that way. Wow.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塔上面看风景、听故事了。里面很高哎。哇，我们现在要上去了。
哇 ，Here's amazing！ 看这个夕阳，这整个村庄360度一览无遗耶。其实，在他们以前在打仗的时期，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堡垒跟高点，它必须要保护整个村庄跟这里整个家园的人，所以他们是需要带食物啊跟水上来这边待好几天的。他现在在升旗的过程中，又加上刚刚丽跟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里的背景，我觉得很像一种就是因为走入他们的历史，还有他们的故事。哇哇 He think maybe it's oldest. The place full of books. Yeah. 跟老师说，这个已经有大概几百年，300多年了。所以他说这是他们巴哈这里就是算是最早的药局，可是它不是卖药，就是让当地人用，因为那时候药很珍贵，所以他们你看，他们当地的那种医疗相关也都是用月亮。They have different way to save the foods before. They put the meat here. They put a lot of salt and make it like dry. Can keep longer. Can keep longer. 老师很耐心细心的跟我们讲解这些我们光从外观超级难以想象它当时作用的工具，比如用牛皮特制的储水工具，屋里还挂着皮革做的婴儿摇篮，还有传统手法编织而成的外袍跟衣服，仿佛可以看见听见当时候人们栩栩如生的生活情境。Do you remember? When we come? Oh, well, it's here. Wow. 这次我们也真的很幸运，有荣幸可以试穿一下珍贵的传统服饰。哇，我现在穿的是他们的传统服装哎，我觉得很漂亮哎。他们正在卷，然后老师说这个就是要给我戴在头上的饰品。This looks great, actually. This is for the male. For the male, yes. For the winter season. I think so. Yeah, of course. You will shake hands by your right hand. Yeah. So you should put left hand here. Yes. To keep it there. OK. Yeah. 哇哦。有点像蒙古的穿着，不得不说，它很像穿地毯在身上，非常重。我现在在抽。哇，如何？哇！老师说这是这里最贵的东西。他说因为这个东西是从骆驼毛做成的，哎，哇，而且它很利耶。想象一下披着地毯在地上走的感觉。我跟你说这件真的超重，我觉得它应该有超过20公斤。我在穿这件衣服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我算很高哎。对啊，哦对。这样子穿怎么走路？哎，真的哎，你快190哎。拖地的。对啊。يا مرحبا حياك الله يا مرحبا يلا حيك مرحبا حياك الله يا مرحبا ترى حي المطر يلا حي الله يبقيك كيف حالك بشر يلا حيك عساك طيب كيف امورك يلا حي كيف امورك بشر معك ونعم ونعم 现在刚好遇到他们要朝拜的时间，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会先暂停一下。You should stay to here. It's our culture. They said we have flights already. Yeah. شكرا. It's hard to walk. He don't want to make the clothes dirty. 哇，他们说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清真寺。You know, maybe more than 75% they can to pray here, or 80%. It's fine. At the same time. 哇！我刚好先问老师跟丽说，可不可以进来？因为像清真寺有蛮多是男女都分开的。那老师有说可以，所以我也是不瞒大家说，我是第一次看到清真寺，因为丽前几天都带阿翔去，因为没有女生带我进去。然后他们说那个洞是什么呢？那个洞是他们早期拿来放古兰经的，或者是他们晚上的时候会拿来放他们的烛火。那个其实它的形状是有点像箭头，就是指引大家卖家的方向。然后他们通常会有一个 leader 在前面，然后就是那个 leader 会一起朝向同一个方向。老师叫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因为他说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你看到那边有路，光会照进来，他们从这个角度知道你什么季节应该要耕种，然后还有你现在几点了，真的太厉害了。这个地方呢是有点像是他们的艺术展间，然后这里都记录了他们以前的人们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他们早上啊、晚上啊耕作的时间在做什么呢？这间房间呢，其实也是他们记录，就是他们其实心中是特别感谢他们的女性的，因为他们女性在生活中为他们付出很多，所以确实这个房间全部都是女生的东西耶。在我们要去他们的新婚新郎新娘的房间了，超酷哦！噔噔。这是他们的床，然后这整个区域就是只有他们刚结婚的新婚夫妻能够进来这边。我们现在来到机场，
准备要搭国内线前往下一个地方了。还得不愧是在沙漠里面，超夸张的。我每天鼻孔都超痛，然后我刚刚流鼻血。然后沙烏地阿拉伯这里治安真的超级好，就是我们包包放在这里，然后我去厕所其实也真的很还好。然后他们登记超方便，是他们当地人就是完全不用带任何证件，全部都电子化，然后护照也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好，那我们今天要离开欧巴哈了，就是觉得说，有机会可以达到这个外国人很少来的小镇，我是觉得蛮幸运的。而且你虽然说它是小镇，你看我们这两天绕完，我觉得它超大的，超大，它对我来说不算小镇，对。我觉得它很特别，是你真的看不到外国人，你光从机场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用特殊的眼神看你，但他们是非常友善的在招待。今天对我来讲行程真的是太完美了，我们很喜欢走那种深度旅行，然后我觉得立德真的很懂我们。对，就是蛮感谢他安排这一切，因为原本这边可能假设我们自己来的话，一定是不会是我们一定会错过，对，一定会错过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完整的2天结束了，我们又即将踏上搭飞机的旅程，大家一定要追这个系列，真的太夸张了。立德竟然讲说他会带我们做的运输系统，除了他自己到处开车之外，飞机之外还有别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See you， 大家晚安。沙烏地阿拉伯搭火车，那我们就出发去麦地那吧。然后后面超扯的。沙漠中的火车，这是我目前人生坐过窗外风景最酷、最夸张的火车。Time to dress up， 有点像是日本的那种特种队衣服。大家来猜猜看这件阿拉伯的传统服饰，我们就花多少钱呢？你意想不到的贵。